今天我们讲驯鹿。在因纽特人中，有一个关于驯鹿起源的故事。从前，地球上没有驯鹿，但有一个人希望有驯鹿。他在地下挖了一个深洞，从这个洞里涌出了许多驯鹿。驯鹿源源不断地涌出，直到地球上几乎被它们覆盖。当那个人认为有足够供人类使用的驯鹿时，他又把洞口封上了。就这样，驯鹿来到了地球上。开始故事之前，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在每年的圣诞节前夕，一对驯鹿会拖着圣诞老人和他满载礼物的雪橇在天空中飞过，给听话的小朋友发礼物。说驯鹿一定要讲讲它的眼睛。在夏天，驯鹿的眼睛里有一层反射性组织，眼睛后部的镜面层是一种发光的金色，上面有绿松石色的条纹，像金色蛋白石一样呈彩虹色。但在冬天，这一层变成了深邃而浓郁的蓝色。雄性和雌性都长鹿角，不像其他鹿种，只有雄性有。而且驯鹿的鹿角可是最大最重的，雄性的竟然能长到51英寸长，雌性也有20英寸。不像其他鹿种那样鹿角永不脱落，驯鹿每年都得掉落重新长，雄性2月开始长，雌性得等到5月。虽然都在长，但脱落时间可不一样。雄性是在深秋，等到第2年春天才重新冒出来，而雌性则整个冬天都保持鹿角，等到春天生小驯鹿才脱落。还有，驯鹿从鼻子到脚底都长满毛发，蹄子毛茸茸的，看起来挺有趣。不过这些毛发可不是摆设，冻土、冰、泥和雪上行走时，有很好的抓地力。驯鹿的鼻子是唯一一种毛发完全遮住的，有助于加热进入的冷空气，还是个超级嗅探器。它们的嗅觉帮助找食物、辨别方向，还能闻到危险。食物方面，它们吃苔藓、草药、蕨类植物、草，还有灌木和树木的枝条叶子，尤其喜欢柳树和桦树。冬天的话，会用地衣和真菌凑合，用蹄子刮雪。一整天，驯鹿都在成群结队的旅行、觅食和休息。春季甚至可能形成5万至50万头的大部队。驯鹿分布十分广泛啊，原产于北欧、西伯利亚，还有北美的北极、亚北极、苔原、北方和山区。最近的研究居然说驯鹿在这些地方分为6个不同的物种呢，有的是迁徙种群，有的是定居种群，各地的种群规模还差蛮多，有些适应极端寒冷，还有些擅长长距离迁徙，真是适应能力强。驯鹿大小颜色也是五花八门，从最小的斯瓦尔巴驯鹿到最大的奥斯本驯鹿，差距可不小。而且，就连雌性都可能有鹿角，这在鹿科里可是独一无二的。虽然数量众多，但有些物种和亚种可是在减少，被认为很脆弱。驯鹿可是世界上唯一成功大规模半驯化的鹿喔。从史前时代开始，野生和家养的驯鹿一直是北极人食物、衣服和住所的重要来源，现在还被放牧和狩猎。北美驯鹿的范围可真是宽广，从阿拉斯加一路延伸到育空地区、西北地区和努纳武特地区，穿越苔原、针叶林，一直到北方森林，甚至向南穿越加拿大落基山脉，挺广泛的分布啊。驯鹿8个亚种都归类为北极驯鹿，
其中有迁徙的大陆贫瘠驯鹿，夏季在苔原，冬季在针叶林，是北方森林和苔原之间的过渡地带。还有在北极高地群岛的皮里驯鹿、阿拉斯加半岛的格兰特驯鹿，以及一些山地驯鹿。有些亚种甚至已经灭绝，比如生活在夏洛特女王群岛的驯鹿。在加拿大东北部的北方森林里，有北方林地驯鹿或 Angeva 驯鹿和纽芬兰驯鹿，这些驯鹿居然在遗传上有所区别，真是奇妙。而在欧亚大陆，野生和家养的驯鹿都分布在苔原和针叶林中。欧亚山地驯鹿在基因和视觉上跟北美驯鹿很接近，不过还是有足够的差异被认为是两个物种。现在听说在挪威的山区，大约有25000只山地驯鹿仍然生活在哈当厄尔高原，真是挺酷的。而在瑞典，居然有大约25万头驯鹿在萨米村庄管理的牛群中，这规模可真不小。俄罗斯这边更是有管理着19群西伯利亚苔原驯鹿，总数居然高达94万。其中泰米尔群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野生驯鹿群，数量在40万至100万之间。听说这个群体还有几个亚群组成，而且它们不仅在外貌上有差异，而且有着不同的迁徙路线和产毒区，真是挺有趣的。不过，由于鹿角结构的相似性，导致了历史上的一些混淆。早期的分类学家们由于个体的变异性，很难辨别种群之间的一致模式，也无法在检查欧洲的收藏品时了解栖息地的差异以及它们对鹿角结构的不同功能。举个例子，林地驯鹿雄性在北方森林中展示出强大的战斗能力，用短而直、强壮、多分支的鹿角，横截面扁平的横梁，专为战斗而设计，这让它们能够在森林覆盖的冬季范围内保护自己的后宫，不受其他雄性的侵害。鹿角的主梁从眉毛开始，一直延伸到肩膀上，并向前弯曲，形成一个挺突出的掌状眉尖，甚至会越过脸部。有2组独立的点，一组在下部，一组在上部。鹿角的生长时间可真是挺特别的，雄性驯鹿在3月或4月开始，而雌性则在5月或6月。鹿角一开始是被厚厚的天鹅绒覆盖的，充满血管和海绵状的质地。随着生长，当鹿绒完全变硬时，天鹅绒就会脱落或被擦掉。有趣的是，雄性驯鹿在交配季节会用它们的鹿角与其他雄性竞争，而据说，雌性在交配期间的社会需求会决定雄性的交配策略，从而影响雄性鹿角的形态。还有一个挺有趣的现象，当雄性驯鹿在初冬至隆冬的时候脱落鹿角，有角的在饲养中的等级最高，能够获得最好的草料区。看来这些鹿角对它们来说可不仅仅是装饰品，还有一些社交和生存的用途。听说驯鹿可真是厉害，已经发展出适应能力，可以在温暖的月份和寒冷的月份获得最佳的新陈代谢效率。特别有趣的是，驯鹿的身体成分在季节间变化很大，在3月到9月期间，繁殖雌性的体重比非繁殖雌性多了约10公斤，而在11月到12月，非繁殖雌性的体重则多于繁殖雌性。因为在寒冷的月份，非繁殖雌性能够把精力集中在储存上，而不是哺乳和繁殖。环境变化对驯鹿的营养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冬季，对成年和新生儿的存活率至关重要。第一，在冬季是它们的主食，因为它们是一种现成的食物来源。
减少了对储存的身体储备的依赖。说到驯鹿的天敌，听说有不少捕食者，包括人类过度捕猎、棕熊和北极熊，还有像灰狼这样的天敌。灰狼尤其在冬季可能会成为成年驯鹿的最有效天敌，有些灰狼群甚至可能全年跟随特定的驯鹿群并依靠它为生。在2020年，斯瓦尔巴群岛的科学家们竟然亲眼目睹并首次拍摄到北极熊袭击驯鹿的场面，居然是将一只驯鹿赶入海洋，然后北极熊追上并成功地杀死了它。而且第二天，同一只熊居然成功地重复了这种狩猎技术。在斯瓦尔巴群岛，驯鹿的遗骸居然占北极熊粪便的 27.3%。虽然听起来有点惊人，但驯鹿仍然在格陵兰岛和北美被猎杀。在加拿大的一些因纽特人、北部原住民以及阿拉斯加原住民和格陵兰岛的卡拉利特人的传统生活方式中，驯鹿是食物、衣服、住所和工具的重要来源。看来在某些地方，驯鹿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在想，把驯鹿搞没了，圣诞老人骑什么？好了，今天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再会。